寧古塔，滿清的流放地，重罪的官吏，失勢的龍子鳳孫，寫錯文章的江南才子，九族囚禁，合家流放，萬里跋涉至此，一條命10分去了9分，在此終生為奴為差，不得脫逃。這是300年的寒冰地獄，囚出無門，輾轉呻吟。這場冰河上的約戰，只因一樁始料未及的命案。快点呀！小崽子，杀刘老四还敢来啊？替我爹报仇！刘老四坑害兄弟在先，他尸体不能还，那就打吧。小崽子，今天你不用上阵，你还小，想死不是现在。打！啊！武平原，咸丰5年，流放宁古塔。今日，奉宁古塔将军徐冠代之命，前来调停此事。这是宁古塔镇守将军之意。凭借此意，就能调动军团里的8旗兵丁，在这流放之地，犯人殴斗坏了人命，当官的要丢帽子，你们的脑袋也没了。苏大嫂子和他孩子2个团的伙头，到我这里来。今日谈和不了，你们死的人把这河给我填满了，我也绝不再管。大爷，3个子给您唱到师傅前的大西厢，3到5更了。1更你这个张秀才，手接上花来。古爷，您来了，来，快，里边请，都在后院等着您呢。来的都是什么人呢？江南江北的大药商，什么广州的杏核堂，北京的同仁堂，杭州的胡庆余堂，而且还来了一个大老板，那是全国200家连号的少东家。东西真不真？真，咋不真啊？这是那个黄字号屯的刘老四和兀字号屯的苏书和，他俩一块挖的。他们俩为了这个参，在树上住了得有小半年，好不容易有一个机会，用这个泡了朱砂的红绳把这人参娃娃给缠上，用2根绣花针前心通后背，把这人参娃娃定在那儿。好，这个参回来的时候还顶着5花3叶，活脱脱就是一个小人啊！那眼睛鼻子清楚极了。你这张嘴啊，拜个师傅学收书吧。看东西100两，我只认现银子，4大行的银票。
您开價，您开价。我只管看货，不管报价。走吧，走吧。报个价。不是说好了一个一个来吗？滚出去！您谁啊？说你呢，滚出去。哎，古爷来了。两个流贩跟我装什么大爷？我说陈兄啊，在这儿做买卖还真绕不开古爷。哎，你不是买了个饰品的顶子吗？你把这官服穿过去，怕是这宁古塔都找不到这么大的官呐。谁不知道这地界上，银子比顶子好使？总之，大家各凭财力。我怕是谁也买不到。这个是哪个兄台啊？还躲到屏风后面说话的了。诸位，这是咱们京城李家的少东家，第一次出远门，得罪勿怪，得罪勿怪。哦，李万堂的公子，我帮你讲啊，这个东西啊，好了，要定了。你呀，到船上看看去，还有多少现银子？今儿要是能够，咱比一比。姓徐的鼻子真灵啊，这就要抽水。我这东西还没卖出去呢。你也知道咱们这位徐管带，门口过辆大粪车，他都要停下来尝尝咸淡。你这宝贝人参娃娃，把咱们宁古塔的地皮都震起1尺多高啊！他得派我来盯着。我信你。要看货吗？不看了，你们交易的时候我再看吧。我就是想问你啊，怎么这一次那么豁出性命？我这一辈子算是完了，可是我儿子不能在流放地待一辈子。我找了条门路，让他逃出去，给他改个名姓，找个地方读书。现今儿已经9岁了，天天跟我舞刀弄棒，非要跟我上山去挖参。这是被我给坑了。要是真的能把儿子送出去，这个买卖值了。门路稳妥吗？稳。东西卖了，该给徐管带的钱1分不少，剩下的我和老四平分。你想卖什么价？至少10万。少了。哎呦，姑爷，您来了。四哥，喝了点儿，来晚了。我刚才还在跟老苏商量呢，这东西打算卖什么价？8个也行，10个也行，80也行。屯子里死4个小伙子了，娘亲老子追着后屁股要钱呢。行，我去会会他们。嗨，您费心啊。各位，顾平原有礼了。顾爷，今日来的有旧相识，有新朋友。虽说这天下路，天下人走，可有一样，大清王法，汉人不得入关半步。大家做的都是个掉脑袋的生意，而我来这里，只是保证大家能够把这买卖做下来，同时，别在官面上被人挑理。请吧。刘四哥呢？回家看儿子去了。他说古爷操持，放心。真看得起我。诸位，咱们就公开喊价吧，价高者得，1万1手。5万，8万，10万，19万两，22万，25万，27万。谁呀？谁喊的27？28。29万。
30万。哎，我说，你们管家都没回来呢，有钱吗你？船上有啊。哎呦，船上有。小子，今儿我小老头就给你上上课。你爹让你出来是长见识的，可不是让你上这儿搅局来的。闹了你，胡闹什么？你家若是诚心做买卖，你爹也不会让你来，你别胡闹了。听听。闹什么？好，那就归你了。请了。4大行的银票，你验一验。我看着没什么问题，你看看。这人参娃娃就归您了。谢谢。哎呀，此等宝贝儿，让咱们爷们儿也看看眼，搂搂。啥也没有啊，东西呢？没有啊。东西呢？这儿东西呢？东西呢？那怎么供的？骗人吗？姓苏的，我东西呢？是不是在你身上？对，看。咱这一辈子，刀口上舔血，从没说过半句假话。苏大哥，老四走的时候，你确定人参还在盒子里？我就没看见他从盒子里拿出来过，肯定在啊，怎么就没了呢？今儿是没看黄历。姓苏的，我小老头做了这么多年生意，没见过你这么不讲信用的。什么人参娃娃、山神爷爷的，空口白牙，明着骗啊！我没拿。啊！我真要信了你们，我出了这门，你们还能认账吗？我小老头一家，我不得全家跳河去啊！骗子，太损了你们！就是这尼姑塔本来就是贼窝。走，我没拿，站住，都别走！诸位，我没说过半句假话。今天下午我还亲眼看见，就在这个盒子里，怎么回事我也说不清楚。姑爷，你替我作证。苏大哥，你别鲁莽，把刀放下。你跟刘老四到底在合计什么？能不能提前告诉我？你叫我现在怎么帮你？生意没有那么做的。做生意？我做生意？我这是做的什么生意？我这辈子把自己都赔进去了，现在我儿子也没路走了，我后悔。各位，今天我让你们走得安心，虎爷，信我。这买卖不成，这个样自杀了，这也不至于，孩子怎么办了？怎么说也是条命。
大哥，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查清此事，不会让你死不瞑目。怎么又死人了呢？死了怎么了？一个流放地的犯人，死了不跟捏死个蚂蚁似的。徐冠带，此事非同小可。死了的那个苏姓钦犯，过去可是正二品的武官。他就是挣到天上去，在宁古塔就是个臭犯人。他可是南京城打了败仗才流放到这儿的，保不准皇上哪天想起来又重新启用他，你我还活不活了？你赶紧派个机灵的去屯子里把局面稳住。武平原，给徐管带请安，给县尊大人请安。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本以为是刘老四搞的鬼，所以他借口儿子生病匆匆离开。但是，老苏在死之前说，刘老四没有开过盒子，也有可能在竞价之前，人参就被拿走了。所以这中间的真真假假，我一时也搞不清楚。还真是古怪。我派你个差事，王大令亲自盯住你。县尊大人吩咐。追查人参的下落，这固然很重要，但姓苏的死因不能草率，得让人能信服才行。而且上上下下都要口径统一，千万可别祸害了我跟徐管带的前程。小兄弟，务必好好安抚苏家人。总之，平静无事就是最好。是。你这个手下，看起来真像个能办事的人。这个人，我睡觉都得睁着眼睛盯着他。一介书生，肩不能扛，手不能提。在这方圆数十里，拿着他的名头，城外10幾個屯子的犯人都能替他卖命。你好，姑爷。姑爷。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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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姑爷，大枪20枚。姑爷，你这来枪。大姑一打响叮咚这么来，这回来个3盏灯，3盏灯，你要是愿意，你就哼一声哎。行，孝子点灯。点灯，老仙家要是听啊，也别说怎么走大道，怎么越车辙，你可走小道，怎么路水多，卖黄拉草黄地格，一路之上多辛苦。苏大小姐，姑爷，我当家的是在你面前死的，是不是？是。那他死的时候疼吗？一刀穿心，不疼。朱爷，姑爷，喝一口。哎，你昨天好好的，怎么先走了？老四的儿子昨天得了脚长痧，死了。死了？哎，姑爷，您在哪？各位兄弟高义，坐下喝杯水酒吧。姑爷，我心里闹腾。您说要不是因为我说那几句狠话，他不也不至于死吗？不是？别自责了，他的死跟你没关系。
不是说他出身武官吗？千军萬馬都殺過來了，說幾句重話就受不了了。安心吧，您那。兄台高见啊！还未请教台府啊。上礼下卿，赵钱孙李的李，卿子卿尊的卿。在下古平原，不幸今世无古钱的古，上平下元，平原君的平原。还未请教家世。家父上万下堂，小商人。京城里万堂，这要还算小商人的话，天底下可就没大商人了。今日这些来的人，确實都是看熱鬧的。除了李公子你，如果我没記錯，你是帶着管家過來的。管家人呢？家裡有事兒。什麼事兒？寧古塔近日官家碼頭全被封鎖，你的管家何以知曉家中出事了？難不成他是神仙，蒙假歸孫？他身體不好，血液暗行，古人謂之笨。他得了什麼重病啊？竟然能做到雪中叶人，聞所未聞呢？你敢走我就敢喊。可是你空口无凭，你想怎么样？你的那个管家昨天趁着去船上取钱的机会，见过刘老四。窑子里的姑娘說的不會有假。你們做的一手好生意。管家那麼幹，自然是我爹授的意，我是不同意的。我想也是，若是合謀，哪有管家把主子丟下來頂過的道理？哎呀，你呢也不用替你的蘇大哥過於哀痛。人參娃娃這種天才地寶，本就不該採，不該落在他們手裡。君子無罪，懷璧其罪。他得了這樣的寶貝，是禍，非福。姓古的，我尊重你呢，叫你一聲古爺；不尊重，你也就是血管帶的一條狗。還敢踹我，信不信我殺了你？你可以再往下一點，第3根肋骨到第4根肋骨之間，蘇大哥死的時候，刀子就是從那兒進去的。乾淨利落，不知道你的心是怎麼長的。那麼好的兄弟，你捨得坑他？我根本就沒幹，我沒拿過錢，你再說我就殺了你！他臨死的時候都沒有埋怨過你一句。你不說你兒子死了嗎？好，你現在把他的屍首拿出來讓我看，只要有，我全身上下3刀6洞任你處置。我眉頭皺一下，我不算好漢。你幹嗎？我根本我就沒幹，你怎麼就不信呢？叫李清的那個少東家，他的管家就在昨天連夜出城，領着你的孩子，對吧？你想殺我？沒用的。你把你最好的兄弟給弄丟了。兒子也不要了，他這麼小年紀，你讓他從流放地一路回中原，以後官府抓他，仇人尋他，他還活得了嗎？你一個子兒也沒要，就讓那個管家把兒子帶走，是不是？
蘇大哥跟你一樣，不惜冒着生命危險，去取了人参娃娃，无非也是想讓自己的兒子盡快回到中原。大家都是當爹的人，你的心腸怎麼能那麼狠毒？行了，跟我回去，给大家一个交代。这天底下没有不还的債，起来。敲门吧！探城门的大人老爷，我们是来进海盐的商队，山西吉祥号。盐引子在此，您落桥开门，验了引子，我们好投递啊！爹，可以进城了。有马队。徐管带有令，聚众殴斗者，杀！顾远，刘四嫂子来这干什么？还嫌事儿不够大？当家的和儿子都没了，他非要来讨个说法。要不是刘四哥把儿子送出去，两个腿也不会闹成这样。王爷说的是。哎，苏家嫂子，先把尸体还回来嘛！他儿子不是死了，是逃了，这账还没算呢。咋的？苏家大嫂，没得商量是不是？小虎来，我来问你，你怕不怕死？我怕。你说什么？
苏家大嫂，顺风旗别插得太足了，一命抵一命，刘四哥已经还清了。你现在还在这样不依不饶，是想让他180个兄弟给苏大哥陪葬吗？苏大哥这一生最講義氣了，愛護兄弟。如果他泉下有知，看到你现在這樣只憑着意氣用事，你覺得他會安心嗎？不如這樣，你畫條道下來，如果我能幫你做到的，我一定做，行不行？這事兒你管定了是不是？是。記在寧古塔，都是苦命人。讓一步吧。你去應了我一件事，我拍手便走。劉四哥，我給他盛殮好了，恭恭敬敬地送回來。你講。你離開之日，孩子的前途就交付給你了。你不能讓他在這兒待一輩子，你給他帶出去，他給你當牛做馬，都行。那你起個誓，讓我安心。我古平原起誓，此生若回到中原，定把這孩子接走。有一口吃的先緊着他吃，有一件衣裳先緊着他穿，一定將他好好的撫養長大成人。若違此事，天打雷劈，夭折短壽。怎么就走了？你也不想让我的孩谁让你起来的？知道犯什麼錯了嗎？不知。我的印就這麼輕輕鬆鬆的拿去玩，你讓我這個做鎮守將軍的，晚上怎麼睡得着覺啊？願替大人解憂。人死了就死了，那個人參娃娃呢？有沒有替我拿回來啊？怎麼，青天白日的，那麼金貴的東西，你夠福氣拿着嗎？我自然是沒這個福氣，可那娃娃真的不在我這兒。我聽老人說，那可是個靈物。有德者享之。為了賣他，劉老四和蘇書和把綁在他身上的紅線繩和針都給拔了，他成了精，他跑了。謝媽，大人饒命！我不知道啊，你把我腦袋砍下來，我還是不知道。大人明鑑，再過點時間，我好好查，好好查。你知道自己是誰嗎？我不是人，我是鬼。大人是山神爺，我就是大人的伥鬼。我餓得很，去找食去。滾！卸完貨，把車都立到牆邊上，骡子開到後面喂了。向南天地玄黃，碼好，別慌亂了啊！原則不錯，盤點清楚。
这也没学过烧炕，你逞什么能啊？哪位是常四爷啊？小老儿正是。先生贵姓？在下古平原，帮徐管带办事，过来拜会一下。啊，这样。姑娘，这炕都是通着的，灶上做了饭，屋里也就热了，别给自己呛着。这行。喝茶。四爷这是做的什么生意啊？年关将近了，还要拖家带口的出关。吃马帮饭，传四季。家里女人死得早，姑娘就在马堆里养大，到老了，弄套宅子置点地。谁曾想啊，一辈子吃跑腿饭的坐地户是外行，落了饥荒，把旧伙计们召集起来啊，想到关外来熨烫海盐。债主催得紧，赶一赶，年前能回去。出门在外啊，全靠朋友。古先生有什么提点的地方，感激不尽。四爷是老江湖了，一点谈不上。我也不是什么先生，就是一个流贩。徐管带看我能写能算的，就让我帮他招呼一下往来的商户。四爷可知这是什么地方？宁国堂。不错，流贩们一路发配至此，若侥幸还能再活下来。你来的时候看到外面的屯子没？都是军屯，就被分配到那儿。身强力壮的到山上打猎，打狼、打老虎、打那黑瞎子。人死不死根本就不重要，重要的是野物得活下来，装到笼子里拉去木兰围场，供皇上和那些王爷们打猎用。还有去挖参的，一年四季都在山里刨食，稍有不慎，就成了那野物嘴里边的干粮。这可真不是人待的地方。可在这宁古塔，有比老天爷还凶残的。不孝敬，过不去。多谢顾先生。啊，姑娘叫我。你别说便宜话。会烧火吗？你看这木头啊，就像这么堆着就行，别压在火苗上啊。你老压在上面，难怪它冒烟呢。学会了，他们不教我，还总开我玩笑。不出半个时辰，这屋里就能热了。你是官差还是兵？我是犯人。来碗酒。吓得我开开了门。把你的血动！哎！我去！李少爷，你这练的什么功啊？练什么功啊？搭把手，搭把手。你衣裳呢？
刚才进去耍钱，让人当了洋果了。我明明是对虎头，对面是对铜锤，哎，他愣说关外就是这般玩法。银票搜了，衣裳也给扒了。哎，不是，衣服。跟我进去，再把衣裳赎回来。赎回来？哟，古爷，来挑新鲜来了，古爷，来，刘强。古爷。来呀！你刚才就被这大哥骗了钱，就是他。天灵灵地灵灵，赌神菩萨第一灵，猴子小鬼抬元宝，一只抬进门，通杀。天灵灵地灵灵，赌神菩萨第一灵，猴子小鬼抬元宝，一只抬进门，通杀。7点，天门第一府，庄家第3府。抽烟呢，抽去呗，那啥，圈他。你刚才就被这大哥骗了钱啊，就是他，他是我们这有名的恶人。你输了。是个对子，什么对的不对的？你看清楚，这张牌是10点，这张牌是11点，是你输了。你赖个啥？你赖个！哎，点子大就赢，点子小就输，也没有天杠地杠是吗？谁敢说不是？兄弟。你们关外都是这么玩牌的吗？这规矩我可没听说过。规矩，关外的规矩就是关外人一定会赢。识相的把你的手拿开，不然掰断你的指头。按照你们关外的规矩，是你脑袋硬，还是我子弹硬？怎么？我是夏大人，有种你就开枪，开！你猜我敢不敢？赌吗？我赌你不敢，你不敢。诸位，帮庄还是帮闲？再不下注，我就扣扳机了。2。哎，李家大少爷，你让我等得好苦啊！他们跟我说你在这儿。将军，什么都没搜到。一大笔钱，打算黑不提白不提了是吗？关外一草一木都是皇上家的，想做贼，
把你们娘俩下油锅炸了都数不清这罪过。人呢？不知道，没见过见。哎，徐官太，徐官太，他男人刚入土啊，给个面子。都活腻了啊！给我听好了，不把钱交出来，整个屯子都别想好过。我还就真不信了，撬不开一张活人的嘴。忘了再走，回去慢慢問。上來！走！你们把這房子挖地3尺，那姓蘇的墳也挖開看看有沒有藏東西。走。苏小姐，有什麼需要效勞的地方，盡管開口。這是我當地的好朋友，武兄，他對寧古塔的事兒熟得很。我在這兒的馬場買了300匹馬，需要運到中原。古先生有什麼好辦法？買馬，為什麼要來這裡啊？要是論耐力，穿馬顛馬都挺好。難道你要買的是軍馬？還不知尊駕是誰呢？我敢說，你敢聽嗎？這個雇大船從海路上走便是。這馬要運到南邊兒，坐海船起飛越走越遠。馬運到南邊，你是？我怎麼？武先生怕了，可以先走。你是反賊，我是流民，沒什麼好怕的。顧兄，你不是想幫那對母子嗎？蘇小姐能走了，你跟那孩子自然也能走，幫他就幫你呢。還不知道蘇小姐具體要把這些馬運到哪兒？只要出了城，其他事兒不用你管。行吧，那容我想想辦法。等一下，辛苦古先生。蘇小姐，你不怕他告密啊？要不是我給他開門，他早被打成篩子了。這個人是個聰明人。將軍恭候萬代，小民給您磕頭了。天寒地凍的，跑這兒來幹什麼？受朋友之託，運點海鹽回去。哪兒的人啊？回將軍話，小民是山西平遙人。我聽說山西之腹全國第一，那兒的人放個屁都油褲襠。這點門包換到別人也就算了，你嘛，古平原去那麼久回來沒有啊？剛剛回來。那怎麼不告訴我呀？讓他滾過來！將軍，那小人告退。大人，你要逃到哪裡去？我哪敢逃啊！我把蘇家那娘們兒和小崽子都丟到地牢裡了。像蘇那死鬼，我都讓人挖出來搜了幾遍。這錢到底藏哪兒啊？這個事兒要着落在你頭上啊！這個我去談，只不過
他男人命都搭进去了，这抽水方面该怎么抽啊？年前我要跑一趟吉林，孝敬上来，得多多的备银子。给你3天，事儿办不下来，明年让你上山抓黑瞎子去。是。刚刚来那老西子，你到他住的地方去，再给我抠出几百两银子，要不然那海盐一个粒儿都别想拿走。是。给我弄点茶来。老爹，您说这天越来越冷啊，咱们在这儿待了2、3天了，哎呀，也是有点闲。你以为我不着急啊？那个姓徐的官儿啊，简直就是棺材里伸手，死要钱。顾先生说送2、300两，我想着早点能办下来，就多加了100两。啊，他反倒不干的。那他什么意思啊？咱再加100两啊？不行，这个事儿啊，不能跟天灯油似的，一会儿100两，一会儿100两。他反倒不肯放我们走了。这事儿是我办的冒失了，只能等等了。等顾先生过来，我再向他请教。爹，那个古先生，我们是不是在进城的时候见过他一面？我怎么不知道？很威风的。上一次他来同我讲烧灶的事情，我就想起来了。你呀，怎么什么都记得住？你倒是应该好好想想，你是个女娃娃，别到处抢着跟人说话，一点规矩都没有。我去看看马，天实在太冷了，加1次料可能不够。我回屋睡觉了，爹。哎，你给我续上水再走啊！您不说，我哪敢给您续呀？弄得我一点规矩都没有，没大没小讨人厌。闺女，你知道这儿是什么地方吗？宁古塔，不是流犯，谁会待在这儿啊？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咱们呀，老老实实的把事儿办完，回家过年。东打听西打听干嘛？爹，那你说那个古先生是不是大盗？杀人如麻，吃人心肝什么的？山大王，你是听书听多了。那你打听打听呗。我这燃眉之急的事还解决不了，哪顾得上打听这无聊的事儿？睡觉去。
蘇大哥的屍首，我找回来了，已經埋上了。你放心，等開了春，找人好好修一下墓地，再找個石匠，給他雕塊好碑。謝謝你的好意啊，顧先生。那姓徐的官大對我講，說了事情，將來給孩子補一個騎兵的位置，給我在城裡整套房子。你答應他了？老虎跟你商量，只吃你的胳膊，留着你的腿，你能信啊？他恨不得把我们的骨头渣子都咬碎了吞。大嫂果然有见识，他还限了日子。几天？3天。我會盡快救你們出來，你們一定要堅持住。顧兄弟，我只求你一件事，你一定要把孩子帶走，我求你了。娘，我求你，我哪儿也不走。你别，我就在娘身邊，我就在娘身邊。我给你可早了，是不行，只求你给你就是把孩子。四爷，嘿，顾先生，可算把你盼来了，快，请。你是江洋大盗啊，还是读书人造反才被流放到宁古塔的？净说孩子话，先让他出去。哎，顾先生，不知四爷上回给了多少门包啊？我尋思着着急回家，就給了400兩。可是徐官代非說山西富甲天下，這個錢不夠。給的越多，只會越麻煩，只能讓他覺得你越有錢。你明白地告訴我，你若幫忙，需要多少錢？莫怪。這樣，過3天，我把蓋了城防大印的眼影子給你送過來。至於錢嘛，我在寧古塔，要錢也沒有。不過我倒有一事需要四爺你幫忙，過些日子告訴你。顧先生，你若能幫小老兒渡過這一難關，日後但有吩咐，必盡全力。顧大哥，怎麼，四爺還有什麼要交代的？四爺沒有什麼要交代的，倒是我想打聽個事兒，成不成啊？啊，你問。你流放多久啊？過了這個春節第5個年頭。哎，我聽說這都是大盜反賊，你怎麼也不像？我就是大盜反賊。我之前殺了很多人，所到之處，雞犬不留。我不僅殺他們，我還抽他們的筋，喝他們的血。吹牛吧你！你從頭到腳就是個書生。我要是大盜反賊就好了，一刀抹了我，省得我在這裡不仁不軌的熬着。哎，百無一用是書生啊，這鬼地方以後能不來別來了。哎，你當我害怕嗎？我跟着爹去西蒙送藥材，春天的時候到處都是狼群，我們睡覺都要點着火把自己圍上，我也沒怕過。這野物固然兇殘，卻比人強上許多。這天底下最歹毒的就是人心。年紀輕輕，說話像個老頭子。我有嗎？你是犯什麼罪來的？哎，不高興可以不說啊。說也無妨。當年我會試的時候，就是考狀元。是考狀元。當年我會試的時候，有人在門外叫我的名字，說我娘在家中重病了。你說我哪還有心思再考下去？匆匆交了試卷，準備出去，但科場有科場的規矩，我就跟他們起了爭執。他們呢，就說我咆哮科場，把我抓起來，流放到這裡了。那你是被人害了？
後来我也托人打聽了，我娘在安徽安然无恙了，很明显就是有人在客场诬陷我。这5年来，我朝思暮想，却还是没有头绪。你是好人，老天爷保佑你，一定能查清楚，不会不明不白就被冤枉一辈子的。死丫头，跑哪儿去了？哎，来了！哎，我还要再问一句，这5年吃了不少苦吧？哎，比起别人算不错了。刚来的那1年，在海盐厂干的，双眼几乎瞎了。后来遇到一个懂医术的，帮我调理，这些年慢慢康复了。你还有什么要问的？我不问了。我爹呀说的对，我呀就是不会说话，一说话就戳人脊梁骨。你不许生气啊！哎，你几时回到中原？到山西来找我们？这些俄国人，枪炮造的当真好。若是把他们弄到大清来造枪造炮，岂不是大发利市？眼下南方战事吃紧，连买枪炮都难，更别提造枪造炮。说到底，你们李家还是生意人，你跟着反贼倒也不怕。我当然怕呀。幸好我来之前，我爹跟我讲了你的身份，不然我做梦也想不到，还有你这样的漂亮女人做反贼。还有件事我也很纳闷，我爹那種树上掉下来片树叶都怕砸脑袋的人，怎么会和蘇小姐認識？那是因為你們家連號遍及長江南北，全靠我護着。長江以南也許你家做生意，你說他膽子小，哼，商人見了錢，膽子比天還大。哎，你那朋友該到了吧？蘇小姐在嗎？古兄，進來吧。進來，進來。坐。有主意了？啊，主意倒是有了，不過咱們得先說定了。你講，能答應的我自然答應。出寧古塔或許是有辦法，只是出了城以後，你打算怎麼走啊？我自然有辦法。這可不行，你得給我指一條踏實的路。你這300匹戰馬，出了城以後，過哪個關卡都不容易。再說了，我還帶着個孩子，我不能稀里糊塗的就把小命給丟了，是吧？哎呀，顧兄，我看你這就是害怕。我九死一生來到寧古塔，死我倒不怕，只是家中還有老母和兄弟，我不能因為夥同你們而連累到他們。你得讓我信你。給他。遼陽衛的守將是我們的人，他已經給我們準備好關防。我們出山海關入直隸，下山東，坐船回南。如此便好。古先生不如同我一同回南，比留在中原要好得多。我不做。反賊，這2個字很嚇人嗎？
你寧可在這當奴才，也不肯為我效力。人各有志嘛。古兄，你現在是個留人身份，誰敢收留你？誰敢保你？你想讀書考不了功名，想做买賣，你連個籍贯都沒有。你現在這樣，你敢回家嗎？天地之大，無處存身。這話見得明白。回到中原做個黑人，擔驚受怕的活着，值嗎？實不相瞞，高堂老母體弱多病，我若在這裡一直待下去，怕是都沒辦法見她最後一面了。當年我在考場受辱，我的冤情也得查清楚。大丈夫豈能空勞於此啊？若蘇小姐此次可以幫忙，我古平原定當結草衔環以報。好，古先生这句話我收下了。一點見面禮，留着防身。哎，李清少爷，你还未成亲吧？那自然是没有。那便好，咱们宁古塔的姑娘们可够劲儿，不成个亲再回去，太可惜了。你这说什么酒话？妙计呀！来，随我进城，给你挑个好的。为什么非得是我呀？不是你五选连号的李清大少爷，谁用得了那么大排场啊？不是，哎呀，这非得是我。姑娘们，快点来了！山羊飞，还是石小肉群。姑娘们冷静啊，听我说，这是京城五省连号的李清大少爷。昨天晚上他得了一梦，说非要在你们当中选择一个做他媳妇儿，还要带回京城做少奶奶呢。这一大早啊，肥猪就拱门了。你也太没有眼光了，你像个小伙呢。哎呀，去吧，去吧，去吧，都给我下去。姑娘，您能不能先下来？我不下去。昭君姐姐，要不您先回去，梳洗打扮好了，明天还要带你上京城呢。我就不下去。这还差不多。我跟你说呀，你可捡着了。我这一走啊，这宁古塔大半的老爷们儿都得哭死。差不多吧。李大少爷，我去布置洞房，少赔。回去。哎，我把卖身契还他。回去。多謝二位。你快起來。哎呦，我死了算了。温柔乡啊，看来你是舍不得走了。滚蛋！新娘
恭喜！我跟你说个新鲜事儿啊，京城5省联号的大少爷正在窑子里成亲，全城一半的老百姓都去凑热闹，凡是去的都有赏银，4个碟子8个碗的流水席啊，酒随便喝。我刚回来，我现在进去陪他喝喝酒，你也知道的，他一喝多了就倒了。你看你要不要啊？大人，我看你是嫌自己小命活够了，并不要等到明年春天，现在就把你扔到山里喂熊瞎子去。大人息怒啊，怎么生这么大气啊？交代你2件事，你办了没有？说。回禀大人，您交代我的2件事，我都办妥了。钱呢？我跟那母子俩都谈过了。说，大人只要5万两银子，很仁慈了。要是能把他们母子送回中原，就算是10万两，也愿意乖乖的呈上了。你答应的？啊？真的把他俩放了？你还有几年刑期啊？还有10年。你把银票骗出来，我给你减5年。当真？像那对母子一样，放我回中原？你活着回去。懂了，大人。那你好好喝着，这壶酒下去之前，我把银票给您送过来。他信你，你得受了孩子这个礼。我们宁国塔上上下下，每个人都贪，贪财，更贪命，每个人都想逃出去，可怜可惜。顾兄，你呢？你是怎么来的？你想不想回去？这对母子我就定了。姓徐的，我忍了5年，就为了这一天，会师被人陷害，我必须查出真相。你怎么了？你要哭啊？有话说。这样，顾须海，我一条贱命，大不了咱俩一起死。嗯。顾兄，你把他们放了，我钱不要了。这些年你敛的财也够了，逼死了那么多人命。今天的事情你要想秋后算账，只找我一个人，记住了吗？姓顾的，姓
兄，宁古塔200多年，还没见过犯人绑棍的，你逃不掉。咱俩再见面的时候，老子把你劈吧！孩子，兄弟们快点，快点，快！爹，烟我都验好了。好，好了，准备回家。上手，回家了！上马！来！你说只带2个人走，母子俩都得带走，留下谁也后悔。多稀碎！我要杀了他！杀了他！同志，一路下去便是疗养，咱们就此作别了。你不和我们一起走？昨天我让那姓徐的吃了个大亏，他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们若在一起，是怕到最后谁也走不了。顾兄，李公子，倘若这一次可以侥幸活下来，咱们中原再见吧。李兄，那就麻烦你照顧蘇大嫂和她孩子。你放心吧，我都安排妥當了。我把他們娘倆放在京城的藥鋪裡，買個身份，讓孩子當個學徒。李家在這江南江北養了幾萬個夥計，還怕再多這2個？顧兄，我應了你。別走！你倒是說句話呀！那徐管帶要追上來，你能護着他嗎？他現在自己走就是個死。一報還一報，這2人我帶走，可把情分還完了。要護他，除非跟我回南。先走一步。哎，蘇小姐，顧先生，等一下。剛來寧古塔的時候，我還納悶呢，這麼多流放的犯人就這麼住着，也不堪押起來。後來我想明白了，方圓幾百里連個人煙都沒有，逃都逃不出去。你哪裡有別的路可逃？聽天由命吧。你要答應跟我回南，我有辦法保你平安無恙。我若是在寧古塔還有機會回去，但若是做了反賊，就真的一點機會都沒有了。蘇小姐的一番美意，我心領了，咱倆的賬清了。将軍，有人看見姓古的往雙甲山方向跑了，還想逃？再一個書生跑不快，都給老子加把勁兒！我非把這個狗東西碾碎了不可！走！
着剑他们跑多遠？都給老子找仔細了！不許你，都別動！读了四书五经，学會一身坦蕩，翻過陳年舊賬，走馬經綸光陰，也走詣了面龐，演過人情薄涼。我看過萬里雪茫茫，也曾被誰緊握不放，只剩這一柴米油鹽中口隨意嘗，翻一個身，趁機回腸，好戲正在開場。天下有道理千鈞，一氣萬兩，做人應如同伴，萬緣內方，一步烽煙，一條路，一生用腳步丈量。眾生萬象，粉墨登場，說到最後總是傳奇一樁。山裡有道，我擔當，日出東方。流過多少血淚，只要爬得起來，純潔當作小將，還能喘一口氣，就趁機着脊梁，扛過刀劍風霜。人生在世本就長，咬緊了牙關走一趟，憑誰人說痴心妄想，眾口隨意張，翻一個身，趁機回腸，好戲正在開場。天下有道理千鈞，一氣萬兩，做人應如同伴，萬緣內方，一步烽煙，一條路，一生用腳步丈量。乾坤過盡，人間萬象，塵埃落定，留下傳奇一樁。山河浩渺，我擔當。日出東方。